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啊，我们就做习惯讲啊。那么今天直播的题目是美国大选的4种情景及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中共五中全会的权力格局啊。那么今天因为我家停电，所以我整个的有点混乱，我到我一个朋友这里来直播，所以所有的场景都变化了啊，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迟到了5分钟啊，向大家道歉。那么我今天呢，我们实在是太多的网友在提这样的要求啊，那我要遵守我的承诺，就是不讲美国大选，但是呢，我又不想让很多的网友失望，那怎么办呢？我就讲一个这个吧。我就讲一个美国大选的4种情景和它的影响啊，这个就和我们当前正在发生的选情没直接关系啊，它一定会发生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啊，所以我今天先讲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我想不会展开的太多啊。美国大选最终会有4个情景啊，这4个情景是什么呢？第一个情景啊，我讲的全是假设性的啊。第一个情景啊，就是拜登当选啊。拜登当选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民主党横扫参议院、众议院，这是一个情景。第二个情景就是拜登当选。然后出现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参议院继续由共和党控制，然后民主党继续控制众议院啊，这2个情景啊，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情景？其他情景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今天不讨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前2个情景，另外还2个情景是什么？另外2个情景就是川普总统当选赢然后呢民主党。川普总统赢的结果是2个情景，一个情景就是共和党横扫，全拿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另外一个情景是什么？另外一个情景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保持现有现状。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美国大选总共会有这4个情景。那么这4个情景的影响是什么啊？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我想把大家，有一个对比啊，就是对比什么呢？对比政策，主要是对比什么呢？对比中国政策，我也把它对比一下啊，就是说，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和拜登的对华政策，2个政策进行对比啊，大家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啊？好吧，那么先讲讲，我先对比一下拜登和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那么对华政策，先说这个，第一个，川普是中美建交以来对华政策最强硬的总统啊。然后他采取了最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对华的制裁措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的态度是怎么样？拜登的态度是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地位产生了挑战啊，他的描述是这样的描述啊。所以呢，中国的川普的对华政策是：第一个，中美脱钩。第二个，制定特定的政策针对中国。第三个，就是开始联合其他的盟国，开始对中国采取一个联合行动啊，基本上这3个方面啊。那么拜登是怎么说的？拜登的中国政策是不寻求中美脱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政策也不会制定专门的政策针对中国。但是拜登强调什么？更强调的是提升美国的实力啊，这是一个啊。这第二个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中美之间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啊，包括地缘政治啊，全面展开的产个对抗。我们可以看到，这地缘政治的紧张一下子会升高啊，升高很多啊，这是川普政策下可以预见到的发展啊。拜登呢，拜登的政策就是外交上会更灵活啊，他会更强调什么？更强调盟友之间的合作，来对中国的威胁进行限制啊，限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大头，就是说，对于川普和拜登来说啊，他们主要的区别来自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来自于中国啊。但是川普跟拜登还有一个政策是差别非常的大，另外一个政策是什么？另外一个政策是经济政策啊。经济政策呢，当然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是从他上任到现在，他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一贯的政策。第一，减税啊；第二，把产业链拉回美国啊，这第二；第三，就是减少对华依赖啊；第四，然后就是据说他们有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就是基建方案，就是如果他获得第二个任期，他会做这个上万亿的基础建设。那美国需要重新把它的基础建设进行更新啊，这个其实需求还是蛮明确的啊。这是川普的经济政策，川普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然后就尽量的少收税，减少这个政府的干预啊，这基本上共和党的经济政策的方向基本上这样。但是川普更进一步，他希望把制造业拉回来啊。他把制造业拉回来的原因，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选民很多都是蓝领啊，他的支持者很多是蓝领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政策。这是经济层面的川普方面。拜登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加税。加税是川普的一个主要的政策。然后，但是他会第一个他会加税啊，21%加到28%，这第一个。第二个，中美脱钩这件事情他会停止啊，他也就是说，他不希望打中美贸易战啊，这第二个啊，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会比现在好一些啊。然后就是加大投资美国的基础科研、再生能源、劳工培训，提高竞争力啊。拜登的核心的或者说民主党的核心方向是什么？就是政府要做很多的工作啊，推动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很多需求由政府来推动啊，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走啊。所以，拜登的经济政策，第一个，中美贸易战会停下来，但是它不一定会终止，它会保留一些涉及美国利益的一些措施啊，也可能税收会做，就是关税会保留，但是保留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啊。然后就是它会加税啊，这是关于经济。其他的跟地缘政治有关的，主要还是涉及中国议题，我就不重复了啊，不重复了。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比较一下。如果川普当选啊，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4个情景当中啊。川普当选，如果川普当选，然后共和党横扫，那么川普当选，然后共和党横扫，这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川普的万亿基建方案有可能得到通过，然后他提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就很容易通过
然后他的一些在这个任期部署的一些就是埋下的一些伏笔啊，会在他下一个任期会发生啊，这是一个核心的2条。第一个就是继续减税啊，继续扩大这个对企业的支持，然后就是推动这个基建投资啊，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他第2个任期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2个就是对华政策。那么川普总统如果但是其实众议院参议院很少对川普的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太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都倾向于采取对华强硬措施。那么这个方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2点。第一点，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国会那边通过了很多很多的法律啊，通过了很多对华政策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政府不一定会用啊。美国的政治就是说政府跟议会的关系是什么？执政是政府，所以所有的政策推出和执行都是政府在做。议会干什么？议会其实就是做枪啊，就是说你要打他是吧？好，那我给你帮你做把枪，你就用这把枪去打。真正打的那个人呢是政府，做枪的呢是议会，所以呢议会就做了很多把枪。川普总统桌子上放满了议会准备给的枪，但川普不一定全部都会用，他会根据他执政的需要来用，这是美国政治的模式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对华政策方面，国会比白宫要走得更快更远，所以不管谁，所以这里面有个观点，什么观点？就是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跑不出太远去。就是就算是拜登，他现在在选举的时候，他会讲一些话啊，这些话呢其实不一定太作数。为什么？因为他没到岗位上，岗位上讲的话和选举的时候讲的话，他可以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你等回头国防部长、FBI、CIA 几个主要的阁员跑得来，把情况一汇报，哦，这情况这么严峻，不行，我得采取强硬措施。拜登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推测啊，根据民主党，根据拜登的性格，根据他的政治取向去推测他的对华政策，但是不能把他的片言之语当做拜登未来对华政策的依据，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大家要理解，选举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但是所以他在选举过程中讲的很多话，也不能说太作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当选，连任啊，他连任。那么他所涉及的2个场景，无论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控制参议院，或者是民主党控制这个众议院，这是一个场景，或者是共和党横扫，共和党横扫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可能性最大，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维持现状，就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这个民主党控制众议院，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啊。那么这是川普总统啊。那么这个拜登当选，拜登当选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拜登民主党横扫啊。我基本上认为民主党跟共和党横扫的可能性都很少啊，很小。那么民主党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这个财政刺激措施啊。包括这个失业救济、环保、新能源、基建，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最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由21%提升到28%，然后再加征这个资本利得税啊，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抵消这个财政刺激措施的影响。这里面的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呢，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川普总统和这个拜登他们两个当选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短期之内是会令经济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也就是美国经济微型反弹的可能性更大，就是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但是对于这个拜登来说呢，如果拜登当选的话，美国经济的这个中期看好，因为他很多经济政策都是针对中期效应啊，那么中期效应的效果比较好。那当然他也重视他的短期效应，短期的模式，但是短期模式不如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政策来的更快见效啊，所以他们两者是有差别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民主党横扫啊，这个拜登当选的第二个场景就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那么如果是这种可能性的话，拜登的执政会有一定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会出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果他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而他没有控制众议院同时控制众议院跟参议院，那么这些政策性的调整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啊。所以尤其是对华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哈，就是说拜登如果没有实现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横扫的话呢，他可能在中国政策对华政策方面的调整的空间就不太大。如果他横扫，民主党横扫，那么拜登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他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他可能变动会比较大。所以大体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我们大体上就是一个这么个看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不对这个选举做任何的判断啊，或者是对选举的现状进行任何的判断，我只是告诉大家可能出现的4个场景啊，4个情景啊。那么大体上这样，请大家在聊天时就不要吵架了啊，就不要吵架，大家和气生财。我觉得呢，这次有2点大家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啊。今天我朋友还跟我问我说，这次大选结果会不会很快出不来啊？会不会出现动乱？会不会出现一些骚乱啊？等等这个情况啊？大家记住啊，美国实行民主政体不是1天2天啊，所以我不相信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真的会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美国政府现在应该是最清楚的，就是说掌握美国各地的情况，应该是最掌握的应该是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有各种条件去掌握各种情况，可是你看见没有，美国既没有出军队，甚至没有特别的保安措施，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如果知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不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而且我看到对选举结果的最担心的是哪里？又是中文的媒体啊，又是中文的场景。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中共又在这里浑水摸鱼啊，做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人，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大陆的人、中国人觉得美国大选要出事儿，那一定是一塌糊涂啊，一地鸡毛。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有上微信朋友圈全部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么讲这些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看看民主就是这个鬼样子啊，不要去搞什么民主了。其实中共利用一切机会黑民主制度啊，就经常讲的一个什么，就是印度啊，拿印度来讲，我们经常讲民主是个制度，它不是个结果，不是说一实行民主，所有的好事都发生，坏事都没有了，没有这回事。所以这都偷换概念，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一个
就是中共在这中间的浑水摸鱼，大家要小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相信美国会出现乱局。还有一个，选举结果会不会尽快出现，会不会拖很久？我觉得选举结果很快会出现，不会出现之前讲的所谓的邮寄选票不到啊等等很多，我不相信。为什么？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你就知道美国的邮政系统是多么的发达啊！美国人对邮政这个系统的依赖有多么的严重，所以美国的邮政系统其实是非常可靠的，这是第一个。所以之前有人说美国的就遗失选票、中间作弊等等，我是不相信。如果美国现在还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情况的话，美国怎么混到现在的位置的？天都塌下来了，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美国的邮政系统非常的可靠，这第一条。第二条，我觉得有些没到还没有寄到的那些选票，不会影响选举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已经将近有1亿人已经投完票了，对吧？然后你剩下的人再投票，再加一些那个，怎么会出不来这结果？我觉得大选结果很快会出来，然后社会不会出现动乱，我不相信出来。我们可以，这是我的预判，我不对选情做任何预判，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讲什么呢？我们下面讲一个关于中国。我今天其实想分析一下，这个深改委今天开这个16次会议啊。为什么要讲深改委？深改委其实是一个窗口。习近平当选之后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啊，做了什么动作呢？就是成立了3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叫国安委员会，国安委员会现在等于是弃之不用啊，基本上不用啊。国安委员会负责什么？国家安全。国安委其实是个非常庞大的机构，那么他把很多的机构全部装到里面去。国安委这是一个机构。第二个机构叫深改委，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这都是党政合属的机构啊，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层面啊，就是说是有党和政的机构都在里面啊。然后就是一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相当于一个小国务院啊，基本上把核心的有权力的机构全部装到里面去，党政都放进去啊，成立一个这个深改委。还有一个什么金融稳定委啊，金融稳定委，深改委是制定和政治经济社会有关的所有的政策全放在里面。国安委的机构呢，就是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国安委现在基本上没有看到它有太多的动作，和所有金融政策有关的都放到哪里？放到这个金融稳定委。这样的话，基本上这3个还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规模就不是特别大，执行层面基本上他用这几个委员会呢，原来叫小组，后来改制4中全会。3中全会的改制，就把这个委员会小组全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委员会，就基本上把这国务院给架空了。所以李克强基本上是我们见过的最没有权力的总理，因为所有的权力意味着什么？权力就是决策，制定政策就是权力。如果你没有权力制定政策，你就没有权力。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是制定政策，所以他把这个所有的政策全部放到这几个机构里面去制定，那国务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国务院就变成了一个执行机构。所以我们看这个深改委是一个窗口，就是这个窗口可以看什么呢？看习近平，主要是要看习近平的地位，看习近平能不能通过他来制定政策。如果他能通过他来制定政策，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习近平把李克强的权力全部拿过来。
如果国务院还在制定它既定的政策，行使它既定的权利，深改委就没事干。如果重大的政策都在深改委上制定确定，那国务院的权利就被拿走了。所以深改委是我们观察中国的权力结构、权力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那么10月2号，深改委开会啊，习近平做了一个讲话基本上还是深刻认识啊，什么社会矛盾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什么大变局、小变局，感觉还是这一套。我们讲个什么呢？讲个会议的议程。重要的是什么？这次深改委通过了1、2、3、4、5、6、7、8个政策，8项政策，我念给大家听啊，然后我一个个跟大家讲这跟谁有关系。第一个政策，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的决定，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零长制的意见，零长制啊，关于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大家看一下啊，这8个政策，有非常大的国策，影响很大的国策，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退市机制的实施方案，这个影响非常大，对资本市场来说影响非常的大，这有非常大的政策。但是它还有什么呢？全面推行零长制啊，零长制就是我应该没有看错的是，这个叫什么？按照这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推行的一个这样的制度啊，叫做零长制啊，就是树林的林，成长的长，零长制它会细到一个这么小的政策一个这么大的政策，这么小的从大到小，从粗到细，它全管。我把这个政策这么一念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告诉大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深改委他已经把这个国务院的基本上大部分的权利已经剥光了他的权利。你看什么证券退市养老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其实是国资委在管，这么多的钱不能让国资委管，怎么办？再把部分权力挪到哪去？挪到人大常委会去，人大常委会要加强这个对国资委的监督那么当然就国资委就要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等等这些政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反映了几点。第一点，深改委的原来我们看到深改委的很多的制定的政策都是跟经济有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政策已经不局限于经济政策，很多跟社会跟文化都有关系的政策都在深改委处，只要政策调整，只要机制调整，深改委全管，所以深改委的权力是被放大了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你可以看到5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利用这些委员会把这个李克强把国务院架空的这个权力格局没有改变，跟5中全会跟去年甚至跟前年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所以呢，这是反映了习近平的权力仍然稳固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原有的权力结构没有出现太大的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通过这几个调整，你可以看到中共正在对社会经济
各个领域的进行全面的调整。调整什么？一样东西，加强社会控制。我举个例子，今天有个政策叫什么？跟什么有关系？今天有个政策就是文化部关于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你不用管，坚持正确导向的指导意见，就是对所有的文化机构进行思想控制。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其实当然现在不是现在的情况啊，就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深改委在不断的出很多很多的政策。出什么政策？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政策，调整，各种调整，一直在调整。但是现在你可以看，今天这8项政策基本上有一半是什么呢？是加强对社会控制、思想控制、文化控制的一个这样的制度调整。现在正在做这个动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调整都进行一个外包装。什么外包装？就是我们叫这个以改革的名义这个进行一个反改革的行动基本上都是这样。包括你比如说这里面讲到一个叫这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里面就是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他们现在都是玩这种文字游戏他就是说你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国退民进它现在是国进民退，其实就是把它包装成一个大家看上去是在改革，其实是反改革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第一个，习近平的权力基本上恢复，就是说疫情也好，外部环境冲击也好，习近平受到挑战也好，那么他现有的地位基本上稳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虽然稳固但是他的权力也是被削弱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李克强也好，其他的这个政局常委，他们的能见度也是高了很多回头等我们有这个投影仪给大家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样子已经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正在对社会各个层次进行调整，加强整个社会的控制力这就是目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五中全会之后，我相信这两个特点将会持续的往前走，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大家想跟大家再说一嘴的是什么？就是农村农村土地叫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经做完了就是说土地确权，然后确权之后呢，确权就是确定权利叫确权颁证就给你一个证确定那个权利，然后再颁证然后农村再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试点这件事情。就是以前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开始之后农村的改革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土地承包给个人土地还是国家的承包给你，一包多少年？30年30年到期了，准备要延期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变化就会发生那么这次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他现在开始部署第2轮土地承包，上一次是包了30年，这次应该也是包30年。但这30年怎么包，中间怎么变？我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回头大家有什么新的情况，我再跟大家报告。中国的土地很重要，农村的土地很关键，它直接影响中国的稳定我提醒大家。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抱歉，因为今天我们那边停电，所以没办法在我们熟悉的场景下进行直播。那感谢我们的朋友提供一个这样的地方，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的准备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那么当然有一点我很高兴，就是大家还是来了。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啊调整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间。那么另外一点，我也满足一下大家啊，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网友提出来，希望我讲一讲美国大选，但是我还是想回避啊。我不是说我不履行一个媒体人的责任啊，不是的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之前有解释，我再说一遍。我觉得第一个，我再解释一遍，第一个，我对美国大选政治背后的一些因素没那么熟悉啊，我觉得我观察一期，然后我们下一期我们再来做会比较好啊，这是第一个。就我觉得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讲者，他们对美国政治更熟悉，我觉得让他们来做更有效率啊，更能反映这个事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做这个报道不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因为我来美国还不到1年啊，就是说我正式来美国还不到1年时间啊，前后只有2年时间我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讲我没那么熟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跟这共和党的支持者大家都不认为我在支持，我在秉持中立的态度来做这个新闻。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没必要去我没必要去做一件大家都没有认可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交代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的网友提出啊，希望我来讲一下，那我就做一个交代啊。但是我还是不碰选情，我只告诉大家他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啊，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嘴，好吧？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今天呢，我相信也是大选前的最后一天啊，那么大家都很紧张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第一，不要人身攻击啊；第二，说自己的观点就好，尽量的不要去反驳别人，就只说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有生命力、有说服力啊，自然大家会接受，好不好 ？OK。OK， 我们镜头有点摇晃是吗？那我动作要小一点，我这动作很大。Not today， Lee， 谢谢 ，King Tim Lee， 谢谢，非常感谢 ，Gopunse， 谢谢 ，Trans Island Republic， 谢谢王老师，恭喜新版开张大吉，东京0点打卡，今天选的题目很好，谢谢王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我们进入观点。我认为这次大选会有 landslide 不是川普大胜就是拜登大胜不会出现焦灼。道理很简单，民意太分裂，选票也一定是分裂的，这才符合逻辑。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一面倒，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看法的一面倒，就是说，在川普的支持者跟那个拜登的支持者两个中间的这个中间地带很狭小，其实这个形势呢，判断起来并不太困难。我觉得这次是并不太困难的观点，越争议的选举开票越快，选举期间的纷乱往往在选完隔天就平息了。台湾经历多年的选举向来如此，
中共努力黑民主选举，我觉得多此一举，过几天不就明朗了？就不是，过几天就明朗了，不是？不是的啊，你不要以为中共会等几天，中共是利用一切的机会，在任何的时候把这个黑了再说，他的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啊，不管后面再来往回兜啊。观点：中共希望川普上台，自欺欺人吧，人家不要指望川普反共。但是川普会用人，他会用蓬佩奥跟彭斯，这就足够了。看看这两个人对中共绝对不喜欢。用韩信那句话就是：陛下不善将兵，但善将将。做领导对用人更重要，至少这一点符合所有华人的预期。看看彭斯跟蓬佩奥反共宣言，川普要是和他们向左，会让他们夹带私货跑去智库发表演说。OK， 我们尽量的不要反问，好吗？我们就陈述观点就好。情况：费城警察合规开枪打死一个持刀冲向警察的黑人，引发大量暴徒以 BLM 之名洗劫商店、超市，袭击市民。民主党的极左派纵容支持，现在国民警卫队进驻支援，对法律秩序的诉求，对道德的坚守，是我认识的温和的民主党人投转川普的原因啊。情况：听到有人分析美国媒体的原则，就是即使有自己的立场，对于可以确定的新闻，可以选择在意愿或者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报道，但是不会根本不报道。出现不报道的情况，就是因为确凿程度达不到报道标准，就像您说的孤证不立。OK。提问：王先生你好，请问你觉得美国大选的结果会影响中国的内循环政策吗？还有不管谁当选都不会不管谁当选总统，会不会在短期内访问台湾？这是个好问题啊。美国当然，我认为美国不同的总统当选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啊，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脱钩啊。那么拜登的对华政策不脱钩啊，不脱钩对中国来说，它的经济环境完全不一样。脱钩，它往下走的经济环境又不同。脱钩才是中国制定内循环经济政策的一个诱因。那么如果拜登他要是上台之后他不脱钩的话，那这诱因没有了，他为什么还有内循环？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如果拜登上台了，中国肯定会调整他的经济政策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总统会不会短期之内访问台湾？我觉得美国总统短期之内不会访问台湾，或者说我们在一个中期期间，我觉得都不会访问台湾，包括就算是川普总统连任，我觉得他都未必会访问台湾。为什么？很简单，川普总统一个美国总统要访问台湾，意味着他们首先得建交吧，对吗？那么他们肯定要建立外交关系或者是恢复外交关系。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政策调整，就是说，那么美国第一要改变什么？战略模糊啊，战略模糊要变成战略清晰啊，不仅要变成战略清晰，而且要把台湾变成他的盟友，否则台湾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这个不成立啊，它肯定是这个一个进程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是这一系列的动作要做完，才能会有一个美国总统访问台湾的这个结果。那这个进程会不会这么短时间之内发生？我觉得可能性没那么大。你要这一切全部办完，这是一个蛮长的过程，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变数，所以我不觉得短期之内会访问台湾。观点：拜登虽然只给富人加税，
听上去对穷人没影响，但是收入40万以上的很多是自己开公司创业，给他们加税等于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使小企业失去做大的动力，从而造成就业市场萎缩。与此同时，也减少人们创业和赚更多钱的欲望。其实对穷人的不良影响也很大。给富人加税对给富人加税对中小企业有没有影响呢？对中小企业，我觉得影响很小很小。为什么？因为你上了这个高速公路，你会一路跑下去的，不会因为你税多一点你就不做大了，不会的你有机会做大，你还是会做大一点问题，我担心拜登有小辫子在 CCP 手里，当选后会被 CCP 牵着鼻子走。王所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我不答这种问题，我不答，因为这种假设性问题因为你怎么知道？川普总统就没有小辫子在这个 CCP 手里呢？万一他也有了，如果我们要把这假设问题全部讨论的话，那可以讨论很多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好吗？问题刚刚有自媒体说，民主党如果败选的话，极左会组织包括 BM 在内的2万人在华盛顿闹事，不少酒店、商场已经提前钉木板防卫，不知真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民主党真的不能当选。向王老师求证，我都说了，我认为这都是，你看看 CNN 跟《纽约时报》，包括《华尔街日报》有没有报道？我觉得中文媒体在这类事件当中，就不要相信，全部都不要相信，你去看英文就好了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这英文的媒体肯定扑上去报的一定不会不报的。提问：拜登有任何确实的计划，或者是证据证明他会对抗中共吗？为什么要有确实的证据？他又不是美国总统，他怎么去证明他能够对抗呢？这个不公平这样去问不公平，因为他只是候选人，他只能提出政纲。你说你要政纲拿出确凿证据，怎么能拿出确凿证据？然后是观点，拜登加税不是针对市井小民，一路以来，巴菲特、彭博和盖茨等人都说美国政府对他们征税太少。巴菲特一直是支持民主党。加税不是针对市井小民。如果你征企业税，就是针对市民的。为什么？因为企业收入少了，雇员的收入就会减少，也会影响普通市民的观点：川普让美国社会撕裂，想多了。美国本来就是思想撕裂、政体稳定的国家，无论谁当选，1个月之后大家都把这事给忘了，每次都一样就是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的，美国社会就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统一思想，那就是撕裂嘛。就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但是我们在一个理念之下，自由民主博爱，就我们在这一个理念之下，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所以你不要惹我万一把所有的人全惹翻了，那你碰到的后果就非常严重，就是这样的。所以美国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中共就是统一思想，所以不会撕裂，就是我们要朝这边走，所有人都说朝这边走，这就不撕裂。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美国社会撕裂，美国社会本来就是撕裂。就是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有权利保持和你不一样的想法，这就是自由然后大家投票好了，对吗？观点：以中国思维的角度看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总是撕裂的，因为民主国家里面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声音，没有统一的言论口径，非常正确。观点：美国选民不太喜欢由一个政党控制白宫及参众两院，他们如果觉得
认为有值得信任的总统就给他1个月，如果不太信任就2个都不给他，是这样。但是他怎么实现的？其实我一直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选民真的很牛，就你又大家不能够约定，对不对？大家只能够最后1人1票啊，1人1票又没约好，说我投给他，你投给他啊，所以大家就变成一个势均力敌的状况。他还能实现这个，我觉得很牛啊！这是个很有智慧的选民啊。所以说美国大选会出现混乱的局面，你说有一些人搞事，我觉得很正常啊。什么时候都有人搞事，你这么确定不大选的时候就没人搞事？但是你说因为大选，所以美国出现混乱，想多了。观点：无论谁当选，美国大方向已经清晰，细节在于执行层面的强弱。现在各国还在应付疫情，但疫情终会过去。随着各国经济市场的调整，企业转移，脱钩数据需要疫情结束后才是好戏登场。非常正确，这个看法我同意。观点：历史上民主党的经济政策通常是增加税收并增加开支，而共和党是减少税收并减少开支。但川普是减少税收增加开支，所以他在他任期已经增加了7万亿的国债，几乎相当于奥巴马8年的国债增量。希望喜欢川普减税的朋友考虑一下经济政策对美国长期的影响。 OK， 很对。所以其实任何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通常有3个元素要考虑。第一个，目标，所有的经济政策也好，什么政治政策也好，你都有个目标，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比如说美国救援计划就是疫情的救助计划我要给大家发钱让大家让中小企业不要破产，让这个大家口袋里不能空掉就不能去出现没有钱消费的情况。那好，你发钱，这是他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有社会共识，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件是不是大家想要的，这是第二个。就是你制定一个政策，要获得获得民意的支持。民意是谁？民意就是国会。所以所有的政策，政府提出来的政策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这是有道理的第三个，一定要付出代价，所有的政策都是有代价的，你可以直接换算成金钱，这就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这里你要看一下中共治国，中共治国是口号治国。为什么讲口号？你可以看美国通过的很多的差不多所有的政策，它背后都有钱的，都是跟钱有关系，最后是钱拨多少钱去做什么事情，每一个政策后面都跟着钱。我们要建我们要建墙，把这个墙建起来，防止非法移民进来，后面跟着什么？拨款，后面就跟着是拨款。你做这个政策后面一定要有钱，多少钱？你什么时候建的速度有多快，我就跟着这个拨款。中国不是，中国为什么讲中国是口号治国？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政策后面是不跟钱的，所以他经常会骗你的道理的。这口号喊得山响，其实他可能就给了200万。你比如说像中国救助，中国应该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当时我们讲当时，可是他最后拨了多少钱？几十，我印象中是46亿，疫情的就是民政部为疫情拨出的款，46亿是什么钱？所以喊得山响，没有钱跟着都没有意义。所以任何政策都是有代价，代价是什么？就是钱。观点：拜登的税改包括提高小企业的税率到 30%。 我个人有一些小饭店老板的朋友，自己也有一个诊所，所以影响确实很大。 OK， 观点：从不觉得美国撕裂，美国一直就是一盘沙拉，就算拌在一起，包菜还是包菜，胡萝卜还是胡萝卜。 OK， 观点：习当下的反改革趋势注定不能长久，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不是老百姓，而是权贵阶层。
他把中美关系搞得这么差，首先断了这些人的财路，既得利益肯定会在背后搞他。这个看法对不对？这个看法也对也不对啊。对在哪里？对在改革开放最大的得益是政府啊，最大得益者是政府，政府把改革开放的红利拿走了80%啊，就是这最大得益是政府。那么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会不会让这些受益者反他？受益者反他，这是逻辑推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专制独裁的特点是什么？专制独裁的特点就是权力一竿子到底，就是从上到下一竿子到底。他要对付你，那就是他有无限的权力啊，加上现代的手段，所以背后有没有这些所谓的权贵阶层去背后搞他，搞不搞得动不好说，但是他的权力是没办法，没有人可以挑战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海外很多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啊，做文章就是说这个既得利益者啊去搞他，这种故事呢就讲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就一直在讲，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真正出结果的呢？或者是在台面上发生过的呢？没有吧？所以，体制的力量。既有的权利，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想一下，习近平他手里左手握着军队，右手握着政府，所以他两手都握的有这么大的权利。既得利益如果仅仅是既得利益权贵阶层，力量不够，真正的力量是什么？不是权贵阶层，真正在中共党内有影响力，有真正能够对他产生挑战，不是这些所谓的权贵阶层，而是这些元老啊，这些元老。当然你把元老也把它归类到权贵阶层也行，但是我们理解的权贵阶层通常是什么红二代啊，这些什么这个公子啊、衙内啊，这些把它当做权贵阶层。真正在中国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政治。有政治影响力的是什么？元老们啊，退休的高官啊，这些人有影响力。红二代是某种想象的影响力啊，影响力没那么大，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江泽民啊、胡锦涛啊这些人啊。观点：华尔街和中共是利益共同体。奥巴马是个软弱的人，而且作为黑人，他希望自己获得所有人的好感。他对付中共的手段很软弱，而川普作为白人精英，则自信大胆得多。其实美国社会黑人精英往往比白人精英小心胆小很多。情况：今天澳洲要求所有签证持有者声明支持澳洲价值和民主自由。小粉红再嚣张可以直接回家。OK， 这个也很极端哈。情况：我之前在书店看到好多吹捧钟南山的书，套用老子的话说，圣人出有大伪。OK， 观点：中国2000年历史，王朝40-50个，中共只拿零星几个时间长的给大家洗脑。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政权更迭最多、最血腥的。西方历史的国家要稳定得多，英国1000年历史了。提问：中国人民有能力自救吗？我感觉没有，没有选票，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枪炮，资金和人口也不能随意出境，立法、执法、司法全部都是黑哨，从小洗脑，党卫军听党的指挥，没救了，对吗？大家想一下清朝的时候跟现在，当然现在比清朝还黑暗，我觉得现在比清朝你至少还有言论自由啊，至少办报啊什么都是自由的。中国现在有吗？没有。所以现在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讲的是政治啊，政治是最黑暗的时期。那么黑暗的时期是不是就没有得救呢？我觉得未必啊。当年的清朝也是政治非常的黑暗
当然它还有办报的自由，但是它不是也垮了吗？所以我还是坚持那一点，历史有很多的偶然性啊，历史是由很多的偶然性串起来的啊，串起来。半小时前墙内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外管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监管约谈哦，大家还是不相信，还不相信我说的对蚂蚁非常的有顾虑吗？是不是啊？我一直在讲，蚂蚁也好，这个微信支付也好，人民银行对这两个机构是非常的顾忌的。为什么？它真的影响了，它真的影响了人民银行的货币权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影响。大家要知道，中共独裁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他的权力会被一个这样的机构被叫什么削弱啊，这是他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对他进行监管约谈，当然，也可以是个姿态啊，也可以是个姿态，也可以是个敲山震虎等等啊，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人民银行的这个数字货币，我们讲个比例吧，至少有50%是因为这两个机构，人民银行出这个，另外还有50%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Facebook 的那个但 Facebook 其实是后来才有啊，所以主要至少50%是为了这两家机构啊。观点：马来西亚曾经经历50多年单一政府执政之后平稳更替政府，我坚信已经经历各政党和民主轮替的美国不会出现因为这次选举造成的法律和社会动荡。当然，我觉得不是，一定不会。提问：有人讲国内很多人粉川普，原因是害怕专政，寄望于川普。王老师怎么看？有这种心理吧，我觉得这个心理是存在的啊。中国人觉得这里有个逻辑关系啊，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就是第一个确定川普是反共的啊，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觉得川普反共对付中国。好，那么我们就希望借助川普的力量来对付中共，那么就川普必须当选，这是一个逻辑链啊，逻辑链条。那么但这个逻辑链条是很多川普的支持者的坚信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国内会不会有人？国内当然有人也是这样，跟这个有关系啊。但是这个成不成立不好说啊，因为什么？川普对中共的态度其实是有波动的啊，有波动。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了解川普的政策的。我对川普的政策跟了这么长时间啊，从去年跟到现在，川普的政策其实是在波动的。波动背后没有人知道波动背后的原因啊，可能只有川普总统自己知道。但是这个波动也会让人产生很多的遐想，而这些遐想呢，可能会反驳这些川普总统支持者的想法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问：现在中共已经把剥削老百姓的方法用尽了，以后中共还会用什么极端的方法剥削人民啊？这个问题好难呐！你要让我帮他们出主意吗？我有很多主意，但是我不想帮他们出啊，好吗？我不说这个问题，行吗？观点：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之所以不造反，是因为他们还活得下去，甚至活得还很好，他们自己认为，所以要推翻中共，必须制裁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发生大的倒退才有机会。您觉得呢？反正清政府倒台的时候，清朝的经济情况还不错。我们的历史书上，我们学的历史啊，我们学的中共编的这个历史，
它的改朝换代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政治腐败啊，然后就经济崩溃，然后就社会就更替啊。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更替跟经济崩溃没有1毛钱的关系啊，所以，我不觉得中国只有在经济大倒退的时候才能让中共倒台，但是如果中国经济非常的强，中共的权力会更稳固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经济大倒退会不会导致中共倒台？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强啊。情况 DC 白宫附近地区的一些店铺是在钉木板，不过不超过白宫方圆1公里，超过这个距离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OK， 观点：历史有许多偶然性串起来，王老师的历史观和秦晖教授很接近，非常喜欢啊。建议大家看到王先生节目的相关推荐评价可以给予好评，并实事求是的选择推荐理由，这样有助于提高频道的推荐。谢谢啊，谢谢。第一开始，观点：第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川普，但是16年我选了川普，因为我看中他的政策偏向中符合我利益的部分，只是没有想到他能胜选。开始我也想他极端的移民政策，等走极端的上街抗议，选他不代表赞同他所有的政见。现在我选川普是因为中共反对谁，那就是打疼了，我喜欢这种感觉。OK， 每个人做自己的选择都有他的理由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投票啊，投票比什么都重要。你讲了1000，说到了1万，不去投票有什么用啊？所以投票最重要。好，明谢鱼子，谢谢 Jesse 蔡，谢谢。Yukiko 卡基达，谢谢 Daniel 梁，谢谢漫画拼图，谢谢支持王舍做的每个决定，感谢王舍用心制作节目，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